Hello，大家好，我是你的夏河夏叔。本期我们要探讨的这个主题，对于很多年轻的思想比较开放的朋友来说，是一个相当幽默的主题，甚至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解压。但是对于很多传统的或者有一定年纪的人来说，本期节目也许会让你三观尽毁。这不是本频道第一次探讨这个主题，我记得23年10月份的时候，我就曾经做过一期有关于婚姻的节目，叫做《婚姻：人类历史上的庞氏骗局》，封面是两条蛇纠缠在一起。那么为什么2年之后我又要做这个主题呢？因为我个人认为2年前我的那一期诠释更着重的点是人性中感性的那一部分，而今天我想把学术性的、感性的、理性的、社会实用性等多个维度全部结合在一起，深刻的探讨一下婚姻这个制度到底对谁受益。首先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在婚姻中是没有人可以受益的。说到这儿，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婚姻是一个对人类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传统制度，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的走进婚姻呢？那这就牵扯出来一个非常深刻且宏大而且极度难以解析的议题，就是人类有非常多错误的信仰。笛卡尔曾经说过，我思故我在。一件事物是否真实存在，它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是否相信它存在。没有人见过穆罕默德，但是每个穆斯林都坚信它存在。没有人见过释迦牟尼，但是每一个佛教徒都坚信它的存在。没有人见过太上老君，没有人见过元始天尊，但是我在本频道不止一次的强调，我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才是我的亲人，我的父母与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只是我来到人间道的一种桥梁，而这个桥梁是一种天责，并不是一种恩赐。在传统的社会之中，人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信念，叫做爱的信念。人们首先相信爱的存在，那么基于对爱的这种迷信，人们又相信爱情的存在。说到爱，我们本期讨论的第一个板块出现了，爱存在吗？听到这个质问，可能很多人会迫不及待地回答我，爱当然存在了，爱是人类最美好的力量，有无数的歌曲和无数的文学作品都是歌颂爱的。我们人与人之间活着最好的温度就是爱的温度。爱是庞大的，爱不仅仅是爱情，爱是包罗万象的，爱也是可以包容一切和融化一切的。这个是我们普世价值观给人灌输的一种爱的概念。那么我把这个问题给你简化一下，翻译成大白话的再问你一遍，你觉得人有可能爱上别人吗？我认为人是不可能爱上别人的。人爱的所有人都是自己当下的一种欲望投射，所有的爱都建立在自我欲望投射出来的一种交易体系之中。此刻我们抛开传统道德，去触碰一下那些平时绝对不容置疑的精神枷锁。你为什么会忽然爱上一个人？因为这个人身上出现了一些你此刻欲望非常需要的特质，比如这个人长得好看，男人很帅，女人很美，那么你被他这种外形特质所吸引到了，首先满足的是什么？满足的是你的色欲。首先，一个人好不好看，这是非常主观的一种感受。那是谁的主观感受呢？是你的主观感受。它符合了你的主观感受，至少是当下的，于是乎你对它产生了好奇心或者是迷恋感。那么接踵而至，你的欲望是什么？你的欲望会二次膨胀，膨胀出什么？占有欲。你爱一个人，请问你至少渴望一个东西，他也爱你，对吗？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而对方对你的爱表示出强烈的抗拒甚至反感，你会怎么样？你会失望，你会伤心，你会难过。而在你伤心难过的这个过程之中，请问对方有何错呢？对方有一个重要的错误，就是他不能按照你的欲望去捏造他的行为。当我们把爱这种并不怎么高级，但是你个人认为十分伟大的情感倾注在某一个物体身上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期待之心。那什么叫做期待之心呢？期待之心就是占有欲，就是你希望对方能够按照你设想的那个样子与你长期陪伴，干嘛？来满足你的心灵诉求。那么当对方的物理行为符合了你的欲望期待值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满足吗？不，你的欲望会再次膨胀，膨胀到你企图捏造对方的思维意识。
你希望对方的思维跳动完全是以你的意志为展开的，而当你爱的这个物体它迸发出了自己的一种主观意识，与你期待的那个意识相驳斥的时候，你就开始出现了什么矛盾纠结，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那个争吵。那这个争吵就会让你的情绪陷入一种崩溃，甚至是长期的失望状态。你希望他能改变，你认为你所有对他的倾注本质上也是为了他好。那我们退一万步说，当他的物理行为和思想活动完完全全都符合你的心意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你会对他瞬间丧失所有的兴趣点。当这个兴趣点坍缩到最小化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不爱。那么基于这个悖论，你认为爱情存在吗？爱情就是你自己的一场头脑风暴，颅内高潮，与他人毫无关系。那么如何能让你的这个兴趣点从不坍缩，并且不断的膨胀，一直保持一个相当饱满的状态呢？就是对方完全不受你的控制。就是当你和另外一个物体产生一定的物理连接，但是又始终不能操控它的主观意识的时候，你对他的这个兴趣点就会始终保持一种高度饱满的状态。把这种状态翻译成一个大白话，就是我们常说的爱在不能拥有。在过往我发表诸如此类的论调的时候，总会有很多人站在一个非常狭隘的角度来抨击我，就是说你所对爱的这份不相信是因为你个人经历所造成的。首先在这里强调一下，我本人一生90%的时间精力以及金钱都是用来追求爱与性上，但是通过长期的这种临床实验，我发现了一点，我人生只爱一个人，就是我自己。所有我曾经痴缠过的、迷恋过的、深爱过的人，都是我当时意识的一种幻象。我为了把这种幻象在现实世界中完成最大化的满足，我开始不择手段的疯狂去爱。当我把这些自诩伟大，并且在物质中十分昂贵的爱投射到对方身上的时候，我那一刻确实把自己已经感动完了。我觉得自己简直可歌可泣，感天动地。但是当时过境迁，我冷静下来回溯那段往事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我当时之所以那样的 crazy， 我爱的是对方吗？不是，我爱的是我当时不能控制的精神乱象。那是我一个人这样子吗？不，人类每一个人都具备这样的先天动物本能，只不过后天能够用理智把爱中伟大的自己彻底的推倒击碎，然后看清楚自己欲望本质的人凤毛麟角。因为这需要莫大的勇气，这需要庞大的自信。那么持有这种极端观点的人只有我一个吗？不，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比如说叔本华就曾经提出过，爱是人类繁殖的一种幻象，它压根儿就不存在。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对爱进行了一种非常极端的诠释。他认为爱是完全不高尚的一种感情，它不过就是动物生殖本能的一种伪装。他认为人们爱上一个人，并不是爱上了对方的灵魂，而是因为自己的基因希望透过对方来进行繁殖。且叔本华还非常锋利地指出了爱情的幸福只是人类作为一种动物短暂的荷尔蒙作用，而爱情的痛苦是什么？是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当它不能满足目的时的一种物理反应。那么相对温和一点的弗洛伊德也曾经提出过类似的理论，他认为爱是存在的，但爱并不是一种无条件的情感，爱本身它就是一种自我意识虚空的产生。你爱所有人都是为了在当下去填补你这种精神虚空。在爱的世界里面是不存在于爱他人这个概念的，因为你爱所有的人都是自恋的一种变形体现。而尼采则认为爱是什么？爱是权力意识的一种博弈体现。这个观点就和我一直所倡导的爱情理论是非常接近的。尼采认为爱情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游戏，就是一方想在两个人的关系之中扮演主导的地位，企图让对方归顺于自己，而对方主观意识也有这样的一种诉求。于是乎，两个人的爱情过程本质上也是一种权力斗争的过程。而且他还非常犀利地观察出来，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根本不关注对方的幸福，你只是希望对方能够按照你的意识去展开他的物理行动。这种物理行动就是恋人之间经常会有的猜疑、控制、妒忌。而且尼采还观察出来，这种关系其实和你父母对你的爱是一模一样的。父母爱孩子
但是一种权力关系的爱，因为父母是试图塑造一个孩子，而不是真正尊重孩子的自由意识。这个观点我在往期也说过，很多人都会陷入这种精神误区，就认为说天下至少有一种爱是无私伟大的，那就是父母爱孩子。父母爱孩子，只爱自己 DNA 产生出来的纯种孩子。那满大街的孤儿乞丐，他爱吗？他一点都不爱。那么为什么父母如此的痴迷 DNA 这件事呢？因为父母相信只有 DNA 不会背叛自己。何为不会背叛？就是无论你做了任何事情，你都不可能改变我跟你的关系，就是我是你的亲爹亲妈。有一种不可改变的关系摆在眼前，就使得他们获得了巨大的安全感。什么安全感？权力控制的安全感。他永远可以在道德伦理层面凌驾于你之上，因为他认为他给了你生命，他是你爹，他是你妈，无论他做了再不对的事情，他都在道德高地踩你一头。所以父母爱的不是孩子，父母爱的是来锻造一个孩子所有生命角度的那种塑造感。而这种塑造感满足的是谁？满足的是父母自己的个人欲望，而并不是孩子的自由意识。无论各个国家，尤其是整个的亚洲国家，我们看看哪个孩子不是从小就上一大堆的补习班，然后父母还舔着个脸厚颜无耻地说，你知不知道现在的补习班有多贵啊？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钱都给你花在教育上了，为什么你还不珍惜？为什么你的成绩还是不好？请问这个世界有几个青少年儿童举手说爸爸妈妈我想上补习班的吗？我认为这种奇葩的孩子一个都没有。如果有孩子能说出这种话来，我只能说他从小就懂得了人情世故，学会了察言观色，是个小人精。但是他的主观意识应该是想玩，因为那是孩子的天性，那是动物的本能。那为什么父母不尊重孩子的这份天性与本能呢？因为父母认为你必须按照我的意志去塑造你的人生。别人家的孩子都在上补习班，如果你不补，你不掉队了吗？那掉队又如何呢？你不能掉队，因为你是我的产品，我的产品不能输给其他人的产品。别人的产品优秀，我的产品应该更优秀。那么优秀是谁的精神诉求呢？是父母的精神诉求。这个层层嵌套的像套娃一样的游戏，它和爱有什么关系？它在每个角度上都是充分的展示了一个人对于另外一个人的占有。那么谁会让你这样无死角的占有？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不违法手段，好像就只有生孩子了。所以天下所有已经为人父母的观众朋友们，我希望你能够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私欲。有了这个勇气之后，你也就不会把自己生儿育女的这件事情标榜的那么伟大了，因为这是一种高度自私的行为，它和伟大边儿都不沾。熟悉本频道的观众朋友们一定会非常熟悉一句我固有的 slogan， 叫做他人即地狱。他人即地狱这句话是我发明的吗？不是，它是法国的哲学家萨特的经典名言。那么萨特对于爱这种东西也有一个非常刁钻的诠释，甚至很多人表示不能接受。萨特在《存在与虚无》这本书里面就提出了，爱的本质是自身的不安。人类在本质上是孤独的，而爱情是一种试图逃避孤独的方式而已。在我还没有去解读萨特之前，萨特居然说了一个和我完全不谋而合的话，那就是他强调爱必然失败，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满足你真正的心灵诉求。我以前在中国大陆的微博上提出过这种论调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饭圈女孩出来干掉我。他们提出一种观点，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偶像，只是希望他好好的努力，好好的发展，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占有欲，我们也是不求回报的。Stop！ 我以前没有大面积开怼饭圈女孩，有2个原因。第一，我并不想捅这帮马蜂窝，因为我知道这帮人的特点就是人穷时间多。第二，这帮人大多处在一些比较低幼的年纪，他们活着就像一群浮游生物一样，所以你跟他们探讨哲学问题，探讨理性思辨，这基本上对牛弹琴。我不想浪费这个时间，但是我相信很多曾经的饭圈女孩，而今也长大了，走入了社会，经历了人生，开始意识到自己曾经幼稚的行为是那么的傻里傻气，脚趾抓地。那么我们今天再回头来看一看，
自己曾经那个所谓的无私的支持 idol 的行为是什么？它就是人类基本动物本能的一个重要特征，叫做性幻想。也许很多饭圈女孩会出来驳斥我从来没有想过和我的 idol 发生性行为，那是因为你的 idol 还没有给你开放到这个权限，他在物理上还不能跟你产生直接的连接。如果你没有想过和你的 idol 发生过性行为，那当你的 idol 和那些女网红发生性行为的时候，你为何如此的愤怒？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思想的成长过程。一个你并不性幻想的人，他跟谁发生了性行为，对你来说是无关痛痒的一件事情，心里毫无波澜可言。那么为什么你的 idol 和一个你个人认为不匹配的人发生了肉体关系之后，你又反水又反黑的呢？因为你认为这件事情本来应该是属于你的，尽管你的理性不断的在说服你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的感性还会情不自禁的去幻想、去意淫这件事情，即便是在你的身上不现实，但是你也不希望它在别人的身上发生现实。这就是占有欲里面重要的显象特征——排他性。至于你们所标榜的，我们无私的奉献，花钱打榜，花钱买单，花钱支持你所有的唱片，只是希望 idol 好好的经营事业，不要年纪轻轻就毁在轻轻爱上。请问这个逻辑和那些恋爱脑的梦女，只要跟一个男人谈上恋爱，瞬间就支持人家的事业，真金白银的哐哐砸，明知道对方其实就是一个不着四六的渣男，还一次一次的给人家投资，总希望有一天自己的投资能够真的让他在事业上支棱起来，然后他就开始赚着源源不断的金钱来回报自己，对吗？但是好像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在这些事情完成过真正的梦想，因为这个梦想只有两个结果：一，对方是个无底洞，你砸不完，直到把你砸到灯枯油尽，对方也支棱不起来。第二个结果就是对方真是个人才，经历了你的爱情和经济资助以后，确实事业有了起色，但是只要他有起色，第一件事情是干嘛？就是一脚把你踹掉。不感恩是动物本能，感恩是人类在道德繁衍过程之中找到的一种精神高地，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希望别人能为自己做到。但实际上人的生理特征是什么？就是不感恩。因为恩是什么？恩是对别人的道德和物质上的亏欠。当有一天你的能力已经不需要对方的帮助时，而这个曾经帮助过你的人还每天晃在你的眼前，请问你难受不难受？你有没有精神压力？你是否觉得你没有办法孔雀开屏，公鸡打鸣？为什么？因为曾经见到过你微时的那个恩人，他就在你面前呢，他太知道你过去什么样子了，使得你没有办法释放自己。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曾经帮助过你的人赶紧清理掉，因为他已经丧失了他唯一的价值和功能。无论帮助过你的人是你的朋友，是你的爱人，还是你的父母，你都会有这样的本能反应。在传统的家庭关系之中，一般的小孩犯了错误，他会本能的想到干嘛？找他的父母进行求助。但是当他父母帮他擦了屁股解决了麻烦之后，他希望他父母持续的目光关注他，他不希望，他希望你赶紧给我消失。我小时候就这样，当我每次把钱花光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起的人是谁？就是我爸。于是我打电话开始各种编谎言。当我把钱骗出来，我爸把钱给我的时候，我希望我爸干嘛？赶紧给我消失。你可别看着我了，你可以给我钱，但是你不要看我怎么花钱。为什么？因为我需要通过你的帮助来完成自我的一种释放，而我自我释放的时候，你不能在场，你在场，你就会有你的欲望管制，而我不需要欲望管制，欲望管制会使得我不能好好的做自己。所以这个理论推导出来，就是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在接受了你的帮助之后能给予你物质上或者是精神世界的回报，这是绝无可能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符合人性的逻辑。刚刚我们在哲学层面讨论了爱究竟是什么，并且引用了5位历史上著名的伟大哲学家的理论知识：叔本华、尼采、萨特、弗洛伊德和夏荷。我个人认为夏荷的哲学理论基础是完全不输给另外4个超级的哲学大师的。至于夏荷的哲学体系什么时候才能像另外4位伟大的哲学家一样，在人类的灯塔之位普照海面呢？我相信那只是时间和历史的问题，所以请每个观看本频道的观众朋友们珍惜夏荷肉身还活着的时间。好，那我们说完哲学层面，我们在科学层面来讨论一下爱到底是什么。因为很多人说了嘛，你哲学也好，玄学也好，这些东西啊实在是高深莫测，我听不懂，我只相信科学。那在科学这个层面上，爱情到底是什么呢？
我已经说了至少得有1万多遍了，爱情是一种精神疾病。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也就是 DSM-5 的标准，一个行为或者心理状态要被视为精神疾病，通常要符合以下的4个条件：一、对个人和社会造成显著困扰；二、不受控的异常行为或者是思维模式；三、影响日常功能；四、具有生理或心理基础。那我们现在用这套国际认可的科学共识来恒定爱情到底是什么，来看一看爱情的表现症状都有哪些，它是否与精神病患者完完全全的吻合。第一，恋爱中的人会产生非常大的极端行为，比如出言不逊、报复跟踪、威胁恐吓、疑神疑鬼，甚至有一些极端分子还会产生自残行为。我们举一个非常小的例子，一个人在你的微信里面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了，但是你没有爱上他的时候，他只有逢年过节群发的讯息才会给到你一条，你还感觉到蛮不错的，这个人很有礼貌，居然还没有把你的讯息删掉。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的爱上这个人，这个人如果5分钟没有回你信息，你会怎么样？你会暴怒，你会心仪。如果这个人50分钟没有回你信息，你会怎样？你会产生报复，你会出言不逊，你会用分手来威胁他。哪怕后来你得知他是因为意外的状况才导致不能及时回复你，你也会警告他，以后有这种状况必须提前打招呼，而不允许你再出现我找不到你的情况。同一个人，同一个讯息就摆在你的手机里面，但是由于你对他的意识关注产生了变化，于是乎你就有了非常多极端且十分恐怖的行为。二、分手或者是失恋，以及在感情中得到不如意的结果之后会产生的诸多轻量或者是重度的抑郁症，比如对生活丧失信心，茶不思饭不想。本来你在生活中最关心的东西是钱，但是当你的感情受到重创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便有很好的工作和很好的赚钱机会摆在你面前，你此刻也无心去接触。就这种精神疾病可以去冲击到人一生本来最关心、最渴望的物质。尽管有很多人在康复了以后回首了自己这段不堪的过往，但是大多数人下次面对到这种症状的时候，依然会发病，而且极有可能更加严重。它就像重感冒一样，不论你这次烧的有多么的痛苦，但不代表你明年不会接着烧。三、爱情这种精神疾病是会给人留下后遗症的。我们都知道很多人是有心理阴影的，而很多人的心理阴影确实来自于他在恋爱过程中不得志或者是不快乐的那一部分经历。比如说某些男士，他是经历过他的女朋友出轨这件事情的，也就是传统所说的戴了绿帽子，从此他就有了一种怀疑性的人格。他对任何的异性都不再相信。当他爱一个人爱到极致的时候，他就企图对于别人的人生过往都开始严加操控。比如说你跟这个人谈恋爱，你明明告诉他了，你在认识他之前是有过几个男朋友的，并且有过真实的性生活，他是不介意的。他非常大方的告诉你，我们都是成年人，每个人都有过去。但是一旦你跟他正式确立关系之后，他逐渐的暴露他心理阴影的本质。他开始反复的盘问你，你到底有过几个男朋友？你说3个，为什么我发现是4个？你有没有把他们删除拉黑？你为什么还跟他们保持联系？当有时候你发呆的时候，他会怀疑你是否又想起了你过去的某一个人，甚至狂躁易怒到了变态级的程度的时候，他会开始对别人的过往产生一种极端的暴力行为。我就见过这种人，喝多了酒以后疯狂的抽自己的嘴巴，最后再抽他女朋友的嘴巴，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是处女？我们如今这么相爱，可是你为什么在认识我之前和那么多男人睡觉？他想这样吗？他也不想这样子，但是他控制不住。这可不是什么个例啊，这在大多数比较常规的男女关系里面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只是每个人的严重程度不同。有的人是可以通过理性控制的，有的人动不动就丧失理智。那么诸如此类这些丧失理智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它统称为精神疾病的后遗症。所以那些只相信科学的人，我再给你一个科学的解释。在人类神经学的这个科研项目之中，爱这种东西是有一个专有名词的，叫做生物化学成瘾。在常年的科学试验之中，医学家们得出一个结论：爱情它所患有的这种症状和强迫症和毒瘾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这3种症状都会使得人体疯狂地分泌4种东西。第一种就是众所周知的多巴胺。当多巴胺疯狂分泌的时候，人们会感觉到愉悦、亢奋或者是幸福。而多巴胺能够急速的分泌，正是天下所有
吸毒患者共同所追求并且上瘾的根本原因。第二种物质叫催产素。催产素是什么？就是我们常规生活中所说的那个叫荷尔蒙的东西。这个东西会迅速地增加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并且形成依赖性。而且这种依赖性会在短期时间形成一种什么强迫式的依赖，戒不掉，就是你干什么都想和这个人在一起。你开心的时候，你希望他陪你开心；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希望他陪你哭泣。比如说看电影，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看电影更全神贯注，更方便你去进入电影的主题，了解电影的每个细节，因为你的专注力在。但是，由于催产素的大量分泌，你的本能愿望开始变成你希望两个人看电影。你希望在同一部电影里面找到两个人心灵的共鸣或感受，这种共鸣和感受是什么？就是你此刻对于对方的强烈依赖性。比如说睡觉这个物理行为，我们都知道，人最佳的睡眠状态就是一个人独处的睡觉，因为只有在一个人独处的封闭环境里面，人才能达到高度的放松，而高度的放松使人的睡眠质量会加速的提升。但是由于催产素的疯狂分泌，使得你的主观意愿希望两个人一起睡觉。那两个人一起睡觉，从物理层面来讲是影响睡眠质量的，因为对方所有的行为都会打扰到你休息的质量。那你为什么还非要两个人一起睡觉呢？因为你已经有了一种催产素所导致的强迫症式的依赖感。第三个东西叫血清素。据科学的临床实验，人在进入恋爱时的初期模式会疯狂地分泌血清素。血清素会干嘛？血清素会使得一个人的智力疯狂的下降。就是当你的血清素没有那么疯狂分泌的时候，对方撒一个谎，你一耳朵就听出来，别骗我了。但是当你的血清素疯狂分泌的时候，对方撒那个谎言呢，简直低劣啊，幼稚的不行。但是你信，并且你愿意相信。所以很多人说过，我现在坠入爱河了，如果他是一个骗子，我希望他骗我一辈子。如此傻逼的话都能说出来，为什么？因为在科学层面上，你正在疯狂地分泌血清素。第四个分泌的东西，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叫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就会使人变得冲动不冷静，而且控制不了。就这件事情完全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理智掌控之内。但是由于此刻你对一个人产生了疯狂的肾上腺素分泌，导致于说明明一件很小的事情，你非要吵一架。你肾上腺素不分泌的时候，一个人迟到了5分钟，你会微笑的告诉他没有关系，我也是刚刚到。但是由于你此刻肾上腺素分泌，你会对这5分钟产生出多种人格裂变的幻想。你是不是不在乎我？为什么我不迟到你迟到？你知道这5分钟对我来说像5年那么长吗？你知不知道我提前半个小时就来了，结果你还迟到了5分钟？你是不是不重视我呀？这平等吗？这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我要怎么办？我要闹，我要作。这一切都不能控制，全部来自于肾上腺素。当然，肾上腺素对于爱情来说也不是完完全全的只有负面价值，至少在性生活这个层面上来讲，肾上腺素是可以帮助性爱达到更满足的高潮的。那么为什么爱这种东西和强迫症、和抑郁症、和毒瘾一样是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医疗机构去治疗爱情呢？因为爱情是一个群体性的普遍性的精神疾病，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在人生中都可能一次或者是多次的面对爱情。那么它具备如此的普遍性，就形成了一种东西叫做群体免疫。人们治疗这种疾病，就把它的治疗方法采取了什么？自体自愈。但是人是否能够自愈爱情这种疾病呢？逻辑上是能的，但是每个人需要的代价和时间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在我们小的时候特别容易爱上一个人，也特别容易不爱一个人？有2个原因。因为在那个年龄段的时候，人体处于一种发育的阶段，你所有的分泌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旺盛。你可能因为一个无厘头的行为就爱上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人，但是很快你的好奇心也好，你的性渴望也好，又会随时找到新的目标来覆盖过去这个人，于是乎你很容易从一段旧的感情里面走出来。那么为什么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爱情所给人带来的伤害和症疾是人没有办法短期自愈的，甚至有一小撮人付出了血一般的代价？因为在人未成年的时候，你所谓的爱它是一种偷感，就是在主流的价值观里面不允许未成年人谈情说爱。未成年人在自己学业之余去偷得了一点时间谈情说爱，这个他已经迅速达到了自己的精神满足点了。他对爱情的蓝图没有那么详细和宏伟的规划，只要2个人在一起可以眉目传情，刺激一下对方的多巴胺，这就已经够了。但是成年人
企图把这种快乐幻化成一种永恒、永永远远的据为己有。那么用什么方式来据为己有呢？婚姻制度。在我们广义可见的社会婚姻模式里面，通常婚姻产生于2种必然因素。第一种就是爱情。可是我们刚刚说了，爱情是一种精神病。那么人在精神病这种状态下所选择出来的结果，请问他是否有一天会后悔？那当然，因为他不可能一生都得精神病，他总有康复的那一天。而且2个人的康复是不可能同步完成的，他总有一个人先痊愈，有一个人还在病入膏肓之中。然后清醒的那个人肯定会嫌弃病入膏肓那个人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负担和生活压力，而病入膏肓的人看到另一方已经清醒，恢复了理智，会感觉到什么？伤心、绝望、难过，就是我还沉醉其中，为什么你已经索然无味了？那么这种索然无味是什么？索然无味就是一个人恢复了正常的理智生活中去。那么这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因为爱而选择携手步入婚姻的2个人可以通称为病友。那2个病友在疾病的状态之下做出的选择，除非他俩永不康复，否则一定会鸡飞狗跳。至于说有人面对鸡飞狗跳的生活不能忍耐了，选择离婚，还是有的人面对鸡飞狗跳，但却把它藏得很好，因为他心里面坚信，我换一个人我还会再生病，不如就可着一个病友死靠死熬好了。这是一个治愈层面的问题，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这是我们下一步要探讨的问题。第2种产生婚姻的模式，利益交换。说到利益交换，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是不愿意把自己的婚姻称之为利益交换的结果的。但是这个世界上到底是因为爱而结婚的人更多，还是因为利益交换结婚的人更多呢？没有这个数据统计调查，因为做这种数据统计调查前提是要人说实话，而人面对爱情最大的本能反应是撒谎。你在撒谎的群体里面统计不出来真实的数据，但是我个人的有限观察，我认为利益交换的人更多一些。我问你，相亲是干嘛？来，大家冷静的想一想，相亲是干嘛？不管你是经过网上相亲，还是传统社会的媒婆介绍，请问相亲是在干嘛？相亲就是在做人肉买卖。如果告诉你说对方1穷2白，没学历、没家庭、没工作，3无，你还相亲吗？你就不想了。要把对方的客观条件包装得很好，呈现在你面前，你才有这个相亲的冲动。那么这些条件都是在你爱上一个人之前才产生的。你为什么要跟一个你还没有爱上的人去相亲呢？因为你要做买卖。做买卖是可以剔除感情色彩，完全站在利益的角度来衡量。而且这个买卖不只是穷人在做，富人阶级、权贵阶级，甚至古代的皇室阶级做得更疯狂。因为底层社会的人涉及的利益比较小，有的时候彼此看对方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上层社会的人涉及的利益权利实在过于庞大，为了稳固这个利益和权利，人们通常会选择联姻这种方式来强强联手。所谓的门当户对才能过好日子，门不当户不对，迟早会出问题。出什么问题？出的就是经济问题。当然也会有人告诉我说，叔，其实也会出现精神问题。比如说我们俩门不当户不对，但是结婚以后我发现我跟他压根就没有共同话题。我希望你不要再欺骗自己，跟你有共同话题的人，你是不可能爱上他。这个世界任何人选择的伴侣都不是跟他最有共同话题的那个人，因为太有共同话题的人会让彼此丧失神秘感，而丧失了神秘感以后，会使得你的多巴胺、血清素、肾上腺素不怎么分泌。能懂这个逻辑吗？就一个人上来就跟你志同道合，敞开心扉，把自己所有秘密都跟你聊，而且你会发现他的秘密和你平时这些行为也高度的相似，你们确实有共同的恶趣味，这个人会变成你的闺蜜，会变成你的哥们儿，至少会变成你一个很好的朋友，但是不会让你爱他，他不会让你性幻想他，因为性幻想它有一个基底，这个基底就是要陌生。所以如果你追求共同话题，你追求灵魂上的默契，那你不应该在婚姻里追求，因为婚姻本来就不可能包容这个东西。就像此刻你看我的视频，你看得很投入，你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你会爱上我吗？你不会。我就在才高八斗滔滔不绝，你只会认为我是你的精神老师而已。你想跟我交流，但是你并不想跟我性交。而旁边有一个短视频，那个人什么都不会，就只有一身的腱子肉，在这块一会儿脱衣服一会儿举铁。你想跟他发生性行为，不是你想，我也想。为什么？因为他足够的神秘，他除了性吸引以外，他没有散发出任何的特质。那么基于这个逻辑，
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在你眼中特别优秀的男士、特别帅气的男明星、特别炫酷的富二代，他们都喜欢找那种女网红。他们怎么不去找女博士呢？他咋不去包养女科学家呢？是因为那些高精尖的女士太有文化，太有思想，张嘴就上下5000年，各种学术研究，柳叶刀信手拈来的翻译，这会给对方造成极大的压力，这会使得他的性不愉快。而那些网红是什么？除了一对大奶子和一个空空如也的头脑，什么都没有。你怎么拿捏怎么试，你放在床上就跟放个动物一样，它除了会哇哇叫，不会有任何的观点表达。而直男需要这会大大的在性生活之中满足人们在床上的控制欲。而思想、文化、内核是与性欲相驳斥的一种东西，一个是本能，一个是文明，一个是先天，一个是后天，这两个东西是不可能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所以每个看到本频道的观众朋友们，我希望你能够对自己诚实一点，你不必用现代文明发明出来的这套道德体系来过度的捆绑自己。就是你看到一个只有腹肌和大屌的男士，你就想跟他啪啪啪，你看到一个只有大奶子没有任何智慧的妹妹，你就想上去捏她的身体，这个不羞耻，人都这样。如果这个大奶妹忽然间站在你的面前，一丝不挂的跟你说，你跟我打炮之前，咱们必须搞清楚什么是量子力学。我们聊完笛卡尔，还得聊聊文学上的狄更斯。你放心，你马上倒洋，因为人在精神世界追求的是高端和高洁，而人在肉体世界追求的是什么？是肮脏，是下贱。这也就折射出一个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事实，也没有办法内观的真相。人有高级的欲望，人也有低级的欲望，这两种欲望都必须得到满足。如果有任何欲望被压制了，这个人都会扭曲，都会变态。而婚姻它的 bug 恰恰是它要把这几种欲望给统一在一个固定的模式下，所以婚姻注定是一场灾难。无论你怎么粉饰，你怎么表演，你都必须要承认，其实你在婚姻之中是灭人伦、灭人性的，你相当的痛苦，在很多时间里面。只不过这种痛苦，你认为是群体性的，你的精神不断的 PUA 自己说，生活就是要这样过的，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这份隐忍是什么？是道德所给你的一种洗脑，它是一个政治工具。它与你的本能本身就在打架，而且会持续的打架下去。刚刚我说了，婚姻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的统治工具，它唯一能够服务的人就是政治的操控者。这个观点我已经之前论述过了，但是这个观点是只有我一个人发现的吗？不是，其实这个观点有一个开山鼻祖，他早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启蒙导师马克思先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家私有制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里面，就婚姻的本质是什么？是财富管理和人口控制，它并不属于爱情，它并不是基于爱情，而是基于社会的生产模式需要。在原始社会中，生育是自由的，小孩是群体抚养的，但当私有制度产生以后，财产的继承就变得很重要，所以婚姻制度才被创造出来，以确保合法子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婚姻从来就无关于爱情，婚姻保障的是财产、权利和政治社会的统治稳定。听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一头雾水地画一个问号。那既然马克思先生有这么先进的哲学理论基础，为什么我们的毛太祖、封建社会的土皇帝还自称为马克思先生的忠实信徒呢？我2年前做那个节目的标题是什么？婚姻是一场庞氏骗局。那啥叫庞氏骗局呢？庞氏骗局首先要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你听听婚姻符不符合这个特征？第一，要建立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承诺，而且这个承诺是具有高回报率的。第二，疯狂的去创造成功案例，并且对成功案例的人许下一个承诺，你如果能够拉别人入伙，你就会得到更丰富的一种奖励。你想想，天下所有催婚的父母是否非常符合这个第二点？第三，庞氏骗局的特征就是
当人们发现这是一个骗局的时候，已经深陷其中，想要退出这个骗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很多人一生无力承受。婚姻不但是庞氏骗局，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参与人数最众多的庞氏骗局，导致于说地球上大部分的人都在骗局之中，使得骗局之外的清醒者显得十分的另类。那么有很多人曾经挖心肺腑地跟叔说过这样的话：叔，其实这些逻辑理论虽然深奥，我也不是不明白，但是我还是选择婚姻，是因为我惧怕孤独，我不想一个人过，我不想那么的 lonely。 很多人有这样的情绪，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但是我还是必须的老生常谈的说那个本质问题，孤独它不是一个问题，孤独是生命的真相。无论你用任何的形式去逃避这个真相，这个真相本身的质量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人唯一能够解决孤独的办法就是直面孤独。靠婚姻这种形式来逃避孤独，回头你能换来的是什么？你换来的就是更加的孤独。因为你对你的期待而产生了巨大的幻灭，而在婚姻之中，你的孤独往往是不被人理解的。你在一个人的时候，你的孤独它是一种合理化的存在，而你在婚姻之中，如果你长期表达你很孤独，你就会使得这个婚姻的质量变得更加的残次。于是乎，很多人为了维持这个表面的幸福与和平，就把内心真正的孤独隐藏起来。这也就呈现了很多人的婚姻在外人眼中看起来说不错呀，蛮美好的，但实际上他自己深知我不幸福。为什么不幸福？你逃避孤独，你能幸福吗？孤独要靠什么东西来填补？丰盈的精神世界。人只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背叛你的，就是你灵魂的力量，也就是你这一生的知识和智慧。很多成熟的人都曾经在酒过三巡之后跟我说过这样一个问题：虽然我的婚姻表面你们看起来还不错哈，但是其实我自己一直都没有办法在婚姻中做自己。为什么在婚姻中做自己就这么难呢？我今天给大家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在婚姻里做自己，就仿佛你跳进粪坑里面去讲究卫生，你永远都找不到。你所谓的做自己和不做自己，也无非就是你沾的屎多点，他沾的屎少点，而且这个多与少它也只是暂时的，因为茅厕的功能它还健在啊，还会有人不断的往这个茅厕里去排泄粪便，你躲得开吗？而婚姻还在继续，你解决了一个麻烦，还会有新的麻烦。因为这个制度就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扪心自问一下，尤其是那些经常喜欢在网上发表女权言论的女性朋友们，你们经常呼吁这是一个男权的社会，女性在婚姻中得到了一种不公的对待。我斗胆地问一下，谁在婚姻里面得到了公平的对待？咱不搞男女对立，咱人人平等，性别平等，咱们就客观的说，谁在婚姻里面得到了公平的对待？有没有这个人存在过？你要的公平是什么？就是生活尽可能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可是如果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话，那对另一半他公平吗？你想在婚姻里做自己，而婚姻的属性就是强调谁在婚姻里面尽可能的负责任，也就是牺牲自我。如果你在婚姻里面做自己，那么另一半他怎么做自己呢？因为两个人都做自己话，也不用结婚了。于是乎，婚姻就是一个妥协的艺术。怎么妥协呢？就是你也别完全做自己，我也别完全做自己，咱们都为对方着想。可是为对方着想这个本身的动作，是否就可以翻译成你别做自己？有无数的女性都跟我抱怨过，结婚就是找了一个免费的保姆，而且还得陪她免费的睡觉。那我就反问她，你为啥要给她当这个免费的保姆？你为啥要陪她睡觉呢？你说你陪她睡觉也是睡，她还不给你钱，对吗？你出去卖去啊，咱一把一结算，对吗？你为啥要陪她睡觉呢？面对我这种灵魂的质问，他们也懵住了。为什么他们懵住了，回答不出来我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在既要又要，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在婚姻之中，人们就呈现出一种既要又要的状态，而既要又要在婚姻中它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问题。婚姻它讲究的是什么？它讲究的是忠诚，而生物学家已经一次一次研究出来的科研成果，人他就不是一个忠诚的动物。不忠诚是人的本能，而忠诚是什么？忠诚是后来统治阶级建立的社会道德对人的一种约束，而做自己就是什么？我要发挥我的本能。而婚姻里面的忠诚与和谐，就是社会制度对人本能的一种约束。您自己给自己戴上一个手铐，
一对银镯子买1送1，然后你还说我怎么手不自由了？那你为啥要戴这手铐呢？谁给你戴上的？你自己戴的。你千万别跟我说什么，哎呀，我被催婚呐，我被父母逼的，我被亲戚说的闲话呀，这是不可能存在的一种事情。你父母让你干的事儿多了，你父母让你考上名牌大学，你怎么没考上呢？你父母让你赚大钱飞黄腾达，你怎么不飞黄腾达呢？为什么你父母一催婚你就开始动摇了呢？因为这个欲望本身在你的心底也根植下来了，于是乎你把结婚也做成了一种生命的备案。为什么有很多人在事业拼不动的时候选择说我不如结婚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为什么很多人在情感屡次受创之后决定找一个自己不怎么爱但是特别稳定的人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备选？这就道出了婚姻的本质。婚姻本质是一个长期绑定的生意。你们可以去研究一下经济学，人类所有公平的交易全部是短线交易。今天我买你一颗白菜，你2块钱卖给我，明天这个白菜变成5块，你不会跟我要，你也不会感觉到遗憾，你只会重新调整你的经营方针。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单点式的短暂交易。你涨价我可以选择不买了，如果你的品质确实高于他人，你涨价我也可以选择加钱再次购买。双方没有不公平这个概念，完全是自主自愿的。但是婚姻不一样，因为婚姻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长线交易，长线交易会使得人们在漫长的时间过程里面，本身的诉求就在不断的裂变，诉求和欲望在不断的裂变，但你们执行的交易方式却是2个人生病的时候很幼稚的状态下签署的，那能公平吗？那不可能公平。但凡是长期的关系，只要是长期的绑定关系，人类它就没有公平的这件事情。如果你渴望公平，无论是性别公平，是个人权益公平，个性上的公平，经济利益上的公平，你就不应该走进婚姻。婚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不公平。你敢不敢承认，婚姻对于每一个降生的婴儿来说都不公平？很多人都喜欢拿孩子这个仿佛不容置疑的挡箭牌来解释婚姻中的藏污纳垢，把自己描述的相当伟大。我之所以不离婚，我之所以忍受这个千疮百孔的关系，那都是为了孩子。对不起，孩子不接受这种道德绑架。你从一开始就没有为孩子着想过。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身高很矮，如果你为了孩子好的话，你是否应该去选择一个高的基因呢？但是你没有。你选择了一个让你一时冲动的人，你去结婚并且繁殖了，你有为孩子着想过吗？你让孩子不要关注外表，要在乎学习，比较智慧。请问，智慧是不是一种天赋呢？如果你想增加你孩子的智力，难道你不应该去采取那些高智商人的精子或者卵子进行交配，繁殖出一个大概率更聪明的孩子吗？你为什么跟一个非常平庸的人结婚，并且给他生孩子呢？你光顾着你个人的欲望表达了，你谁都没考虑过。你但凡如果能站在第3个生命体的角度去考虑，你都应该想想，你应不应该给他选择这样的父亲，你应不应该给他选择这样的母亲。别跟我扯什么，虽然我和他的父亲母亲都是平凡人，也不怎么优秀，但是我们的结合可以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完整家庭这个概念是你虚构出来的，还是出生之前孩子告诉你的？肯定是你虚构出来的。你把自己虚构出来的一个必然条件附着在一个新的生命身上，并且告诉他这一切都是为了他而打造的，他承受得起吗？他就承受不起，也无力退单了，因为他已经生出来了。2个人的未知却要赌上3个人或者更多人的性命，这就是不公平的。而人类为什么不愿意接受科学家所一直倡导的那个基因选择？因为基因选择就会势必挑战到人类传统社会一个不能面对的事实，就是孩子他能不能私有化的一个问题。一个体育明星一次的射精可能就是几十亿个精子，他完全可以给很多人提供高个子、体能发达的基因，但是他能私有化吗？他不能。而这个孩子出生以后，他自身所具备的生理素质是否能够在这个丛林法则的社会里边具备极大的优势，那都是第2顺位的。换一个角度，父母的生活也没有很幸福，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疯狂地逼别人走进这种并不是确定幸福的模式里面呢？这就牵扯到了我们刚刚说过的那个议题，庞氏骗局。人一旦进入庞氏骗局之后就不能摆脱。
于是乎，他最大的诉求是什么？拉别人入伙。当所有人都站在同一个骗局的时候，这个骗局就不复存在，至少这是很多父母的理解。那这套动作恰恰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人性的自私是不会随着年龄而迁移改变的。老年人打出来的标题是什么？我希望你幸福，但是你的幸福必须以我的主观意识形式为转移的幸福。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幸福可以吗？大多数老人是一时间不能接受的。所以我非常残忍地做出一个结论，给那些含辛茹苦催婚催生的父母们：你们的这套行为意识是一种伪关怀。你们自己面对的婚姻，其实你们内心非常的清楚，但是你还非要拉你的亲属入伙。你的潜意识诉求是什么？你希望通过这种强制性的行为来维持你人生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哪怕是这个选择使得你这一生弊大于利，但是你依然要求别人必须服从你的指令去完成这套既定动作。为什么？因为你在给自己的这一套选择找寻道德的合法性。听完这一大堆的长篇论述之后，我相信所有人应该不会反驳我在本篇最初的那个观点：婚姻即地狱。什么叫做幸福？叔本华曾经说过，幸福是人类一时的短暂满足，而痛苦是生命的常态。我把这句话给你翻译成大白话啊，你觉得山珍海味好吃，是因为平时你不吃。那如果天天吃山珍海味，一日吃3顿，请问山珍海味还幸福吗？山珍海味就变成了不幸。爱情的珍贵是什么？是因为它求而不得，是因为它转瞬即逝。如果每天人体的分泌全部在同一个爱情的频段上的话，那还有爱情的存在了吗？没有了。那也许痛苦就是人们所追求的一种状态，痛苦才是罕见的一种意识。所以佛教里面有一个词，大家都听说过，叫无常。何为无常呢？就是万事万物，一切都是在律动之中的。如果有任何一个生命体执着一种模式的固定不变，它便产生了痛苦。那么婚姻这种传统而腐朽的有毒制度，是否它追求的就是一种不变的关系？而在这种不变的关系里面，所有人都是超级的表演艺术家，因为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自己早已千变万化，但是却不知为什么的向社会大众去表演着我们的爱情情比金坚、亘古不变的这一场戏。而你真的有观众吗？社会大众是谁呀？有人看你的表演吗？我告诉你，没有人关心你的幸福与否。如果有很多人天天关心你，代表你有流量。你有流量吗？你是谁呀？不要再动不动迂腐的说啊，那别人看我怎么办？我告诉你，如果别人能够天天看你，你他妈早红了，你就不会是这样一个索然无味的纯素人了。你之所以人生这么素，就是因为你压根儿就没有流量。既然没有流量，我希望未来的年轻的孩子们、弟弟妹妹们能够有慧根，看透人性的层层迷雾。如果你看透了之后，知道婚姻即地狱，但是依然举手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我只能佩服你向死而生的这种精神和勇气。但是如果你认为婚姻是天堂，那我只能一声悲叹，悲叹人生所有的弯路都没有前车之鉴。人这辈子该走多少弯路，那真是一步都不能少。